女色接近多的人，从脸上可以看出来。中医鬼才倪海厦老师一席话道破天机，好色之徒淫邪的经历和恶果会显现在其面相上，沉溺于好色之辈，最易招致各类厄运与灾祸，小疾缠身终成沉疴，最难以治愈，亦会波及亲友的福祉与运程。倪海厦曾根据古人医学著作中的种种表现，总结出了辨别好色之徒的几种方式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俗话说，一个人的磁场就是他最好的风水。一般的淫邪之人，不管藏得多好，都会从脸上显露出来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，沉溺于意淫或邪淫行为越久，久而久之，面相就会发生改变。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？你可以把每个人的生命能量想象成一个充满电的蓄电池。正常的思言行为是常规用电，消耗缓慢，而淫邪的念头和行为则相当于在这个蓄电池上直接短路，每一次短路都会瞬间耗掉巨大的能量，并对电池本身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时间一长，这个蓄电池的外壳，也就是人的身体和面相，自然会变得暗淡、破败，充满一种被榨干的怒气。按照佛教理论来讲，业障越深重的人，淫欲心也会非常深重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内在的能量频率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，自然会与那些同样低频、污浊的能量产生共振，这还容易被一些有邪气的阴性生命所惦记。有人会问，这太悬了吧？不就是想一想，怎么会招来不好的东西？要知道，你自身的频率就是你发给宇宙的信号。一个充满慈悲喜悦的人，他的频率是明亮温暖的，吸引来的自然是阳光和鲜花。而一个内心充满淫邪念头的人，他发出的信号是阴湿黏腻的，这就像在黑暗潮湿的角落里点上了一盏专门吸引蚊蝇的灯。那些阴性的寻求能量补充的无形众生，感知到这种低频信号，就会本能地被吸引过来。所以跟这种人交往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当一个人因淫心而被大大削减福报的时候，与之交往的人就像站在一个漏电的电器旁边，也会被泄露出来的负能量波及，沾染上非常严重的果报。《黄帝内经》把这种人描述为独臂护色友，是指无论男女，在耗费大量的元气之后，精华耗尽，生机阳气匮乏，就会本能地想把自己关起来，回避阳光，回避人群。这是一种身体能量被掏空后的自我保护，也是一种生命力衰败的征兆。其胃经气血会大量损失，身体严重亏虚。从中医角度来看，人体的能量大量丧失，通常都会有一种身心空虚、情绪低落、身体疲劳的感觉，很难提起精神进行深度思考，乃至于生活杂事等等，都会感到力不从心。
久之身体衰败，思维变得迟钝，容貌也跟着猥琐灰暗。倪海厦老师曾表示，淫邪多的人一般很容易看出来，他们两眼无神，眼下青瘀，眼圈发黑，面色枯黄，口中干燥，没有津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由于人的中气不足，脾胃之气就会衰败。人的肾水如同汽车发动机的冷却液，而淫欲之火就是那不断加速、超负荷运转的引擎。当欲火过旺，如同引擎持续红线，首先被蒸干的就是宝贵的肾水。肾水一亏，无法上济心火，心火就会反过来灼烧全身，导致口干舌燥，津液枯涸。而脾胃气虚，一来会导致饥饿感，二来会导致人的食欲低下，吃饭不香。所以好色之徒往往会暴饮暴食一些重口味食物，比如麻辣烫、辣椒、烧烤等。有人可能会想，身体虚了，吃点辣的刺激一下，不是挺好吗？这是在自寻死路。一个人的阳气如同油灯里的火苗，身体虚弱时，火苗本已微弱，此时吃重口味的东西，就如同把这仅存的一点火苗放到一个充满劣质燃料的大油锅里，瞬间爆燃，看似火光冲天，实则是在加速耗尽最后一点灯油。由于人的种种活动都是靠着阳气来驱动，而只有这些味道比较厚重的食物，才能让他们麻木的味觉感觉到一点滋味。不过长此以往，人的状态会逐渐萎靡，甚至唾液都是有臭味的。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内在脏腑开始腐败的外在表现。其感召的惨烈果报，最是折损福气。倪海厦一句话令人心有余悸：一个人在心神肮脏昏暗、肾精元气亏损的情况下，头发常肮脏、油腻、暗淡而无光泽，疲态常显，眼帘半闭，还没有精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业障就会越容易显现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。肾主骨生髓，其华在发，肾精如同树根的养分，头发就是树叶，树根烂了，树叶必然枯黄脱落。肾气通于脑气，所以淫欲过重的人，脑力会急剧下降，记忆力衰退，思维混乱，做什么都难以成功，往往都不会有什么好结局。反倒是那些心神清净光明的人，内心清净无杂，如同杯中净水，清澈见底，肾水自然充足，身体元气充沛，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也很强。所以佛教提倡一种做法，那就是除淫即净身。这个净不仅仅是身体的干净，更是能量场和心性的净化。那么什么才是邪淫呢？男女生育本是天地大道的自然规律，是生命延续的根本，这本没有错。但如果人们却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放纵享乐，就违背了天地意愿，
耗损了自己的生命精华。所以凡是非正当夫妻关系而实行一切行淫之事，以及正当夫妻之间的纵欲过度行为，都属于邪淫的范畴了。这样的行为和思想就是以人身而行畜生之道了。有人会问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没结婚的男女朋友在一起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也算邪淫？从因果和能量的角度看，是的，因为男女朋友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，也没有双方父母亲友熟知认同，更没有进行天地父母亲友认证的仪轨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古代，明媒正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关乎女性名誉的大事，所以在结婚前是需要经过三书六礼、三媒六聘这样严格且隆重的仪式才会正式迎娶。这个仪式本质上是一场能量的宣告和契约的签订，它向天地、祖宗、社会宣告，这两个人从此能量交融，福祸与共，是一个合法的能量共同体，而没有这个仪轨。私下的结合在能量层面就是出轨，脱离了天地认可的正道，哪里像现在这种两个人见一面就能够睡一起这么随便呢？这种随意的能量交换带来的只有彼此业力的纠缠和福报的损耗。作为凡夫俗子，拥有欲望渴求是一种正常的表现，但凡事不可过度，要有度，有理性，能够控制。凡事过犹不及，贪欲过度就会增加自己的业障。世人贪求的东西很多，能贪的事物也很广，而本文所提到的贪欲主要是指贪恋男女之欲。楞严经中说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终落魔道。可见淫欲的果报是如此的惨重。这句话的分量重如泰山，它告诉我们，淫心是修行的地基里埋藏的炸药，哪怕你上面盖起了万丈高楼，只要这颗炸药不拆除，大厦倾覆只是时间问题。人可以存在正常的欲望，但是要保持有度，贪淫过度就容易造成自己的业障深重。一日，临近舍卫城的村庄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有位妇人抱着孩子，拿着水瓶，准备到井边汲水。当时离井不远处正坐着一位容貌端正的男子在弹琴自娱。妇人听到美妙的琴音，又看到男子潇洒的身影，不禁为其所吸引。而这名男子也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妇人，一时意乱情迷，失去理智的妇人不知不觉中竟错将孩子当成水桶悬绑于井中。等到妇人回过神时，才发现孩子已经死在井里。妇人一时悲愤，懊悔不已，捶胸痛哭地说，都是因为自己的一念染无心，才犯下这不可挽回的过错。这个故事何其悲惨，又何其真实。那个一念染无心，就是启动了业力齿轮的开关，那一瞬间的失神，
让他与自己最珍贵的骨肉能量断联，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42章经讲到，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，譬如刀刃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而视之，则有割舌之患。佛经中说道，美色于人，人是很难放下的，但对美色的贪恋却会为自己造成极大的伤害。这个比喻极其致命，刀刃上的蜂蜜，那点甜头连塞牙缝都不够，但代价却是割断舌头，从此再也无法品尝任何滋味。这正是邪淫的真相，用未来全部的福报去换取当下片刻的虚幻的感官刺激。有智慧的人明白了这一点，在见到色欲绝对会避而远之。你看世间芸芸众生，因为贪欲过度而走上不归路的可怜人，他们的处境多么令人唏嘘。再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，更是令人警惕不已。现如今夫妻感情不和而导致离婚的人有太多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犯下了邪淫，以至于赶得如此结果。能量是守恒的，你在外面耗散了，家里必然就缺了。你在外面有了不该有的纠缠，你和伴侣之间那根清净的能量连接线就会被污染，被切断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的贵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如果能早早地发现自己身上重淫欲，及时临渊之退，迷途知返，那么就能早日避免冤亲债主找上门。淫邪也是佛门当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，对人的精神和形体的影响都很大。佛经早就说过，现在是简洁时代，因此现代人的福报远逊于先人。这就好比祖上留下的米缸本来就不满了，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还不懂珍惜，大肆挥霍，很快就会饿死。如果凡夫俗子起了淫欲之念，就会像飞蛾扑火般想方设法去满足自己的淫欲。一般来说，越是贪淫好色的人，越容易多病夭折，子孙断绝，家道败落，凶危多难。尤其是当代人的福德一代不如一代，人的淫习偏重，厄运也会频频降临。倪海厦老师说，天下多半的人都是未尽天年而提前枉死的。淫欲心过重，不仅会损耗精力，让身体变差，还会使前世修来的福禄被剥削，并且在冥冥中还会犯因果，招恶怨。这句话要刻在心里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你的灾祸不是天降的，而是你自己的心念和行为，亲手为你打开了地狱之门。古人一直坚信，宣传写作、刊刻、买卖、阅读淫词小说会招致恶报，淫邪的念头一起，就难逃鬼神的责罚。因为纵欲则身体亏损，姑且不论。试看写出《金瓶梅》的兰陵笑笑生，在书中写了几千字少儿不宜的内容，其子孙3代皆为聋哑人，并且后代均不成才，就不难理解文人学究们为何会淫了。
这并非迷信，而是深刻的因果洞察。你创造了什么样的信息能量，这些能量最终会以某种形式回流到你和你最亲近的人身上。周坦然的《赖古堂藏书》中载，风水中建筑的方位、布局和人的协调关系，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健康和财富运势。房宅有40吉祥项，不洁的人和物都会打破住处的阴阳平衡。其中有一项就是案头无银书，这说明古人早就明白，带有淫邪信息的物品本身就是一个负能量发射源，会持续污染整个空间的磁场。淫邪过重会沾染什么因果？倪海厦老师表示，淫邪心重的人身上会有臭味，腥臭气很重。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，人出胎以后，身体会生出很多细微的虫，那个淫邪的欲望就是其中的一种淫虫在作祟。如果你满足它，它就会在你体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大，最后甚至反客为主，操控你的思想。所谓的腥臭气也是这种虫散发出来的味道。这股味道不仅人能闻到，鬼神更能清晰地感知到。印光大师认为，世上的人10分当中有4分是由于色欲而死。淫邪过重，最扰乱人内心的磁场，不仅会让人丧失理性，还会导致自己的业障快速增长。所以万恶淫为首是一点没错的。在我们俗世中人看来，意淫也是业识的种子。有的男女明明自己有家有对象，还惦记着其他男人女人，脑袋里都是对方的模样，不顾颜面，不顾尊严，想尽办法想得到对方，丑不堪言。这种状态古人称之为色鬼附身，贪淫欲就相当于是个色鬼，然后慢慢的人就会变丑，很难看，身体发臭，一般寿命不会长，本应绵延不绝的子嗣也会被斩断。通常这类人身上诸多烦恼，诸多痛苦，多遇灾祸。淫邪之所以有一个邪字，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的偏邪的能量。行淫邪之人，久而久之会被这种邪气歪念所同化，其思想都会变得邪里邪气。稍微会看相的人都知道，该人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了。一个淫欲过重的人，除了脸不对称，眼肿无神，还容易被一些有邪气的阴性生命所惦记。如果身体里的淫火过重，又得不到发泄，就会被吸精鬼所控制住，成为一具空壳。这听起来很恐怖，但原理很简单。你内在燃烧的欲火，对某些无形的众生来说，就是他们的美食。你不断的生产，他们就不断的享用，直到把你吸干为止。久而久之，甚至连自身都没有这个意识了。淫邪是一种极其消减福报的陋习，淫欲过重还会导致心火过重，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。他们往往会不顾后果去行恶事，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性。为了获取淫邪和享乐的资本，
偷盗、欺诈，甚至更严重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最终走向灭亡之路。由于身体内的狂躁得不到疏解，当没有外界刺激时，人又会变得极度消极低落，在躁狂与抑郁的两极之间反复横跳。古训上说，淫邪之过，上影响九族不得超生，下影响妻玄子孙不得护佑。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能量场是与祖先和后代相连的，你的堕落会污染整个家族的能量链条。如果因为淫邪导致生活像一团乱麻一般，将所有得到的福报之路都给堵死了，可谓得不偿失。生活中与这样的人交往，如同主动跳进一个火坑一般，所以最好远离，避免沾上不好的因果。当你读到这里，或许心中已有所触动，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如何自救？如何斩断这把悬在头顶的刀？知道了邪淫的危害，如同知道了房间里有毒蛇，光是害怕是没用的，必须立刻找到把它赶出去的方法，否则日夜与之共处，终将被其所伤。以下3条路是前人验证过的有效法门，不仅是道理，更是可以立刻执行的行动指南。第1条路，釜底抽薪，断绝外援，清扫磁场。邪淫之火的燃烧需要2样东西，内心的干柴和外界的火星。斩断邪淫，必先断其外援，物理隔绝，像戒毒一样，坚决删除手机里所有会引动你淫心的软件、图片、视频、联系人，主动远离那些会与你谈论、实践这类事情的朋友。这不是不近人情，这是在救你自己的命。你要去的地方是火葬场，他们就是递给你火把的人，能不躲吗？环境净化，将你居住和工作的空间进行一次彻底的能量大扫除，把所有与低俗、淫秽有关的书籍、画报、物品全部清理掉。你可以焚烧艾草、檀香来净化空间磁场，或者简单的开窗通风，让阳光彻底照进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，也是最强的驱邪能量。案头无淫书，心中才能升起光明。信息斋戒，在一段时间内有意识地停止观看那些充满感官刺激的电影、电视剧、短视频，多去听一些清静的音乐，如古琴。禅乐多去看一些充满智慧与正气的书籍，如先贤传记、经典著作。你给大脑喂什么样的精神食粮，它就会长成什么样子。第2条路，抽心止肺，固肾养精，转化能量。邪淫耗损的是肾精，是生命的根本。当根本稳固，能量充足时，人自然神清气爽，对低级的欲望也就不再那么渴求。早睡，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亥时晚9至11点，到寅时凌晨3至5点，是天地间阴阳转换、
人体五脏六腑排毒修复的关键时刻，也是养肾经的黄金时间。邪淫重的人往往喜欢熬夜，这是在让本已亏虚的身体雪上加霜。坚持早睡，就是给身体的蓄电池重新充电。运动，但不是剧烈运动，大汗淋漓的运动会进一步耗散阳气。选择一些温和而能聚气的运动，比如站桩、打坐、太极拳、八段锦。这些运动的核心是动中求静，让身体的气血缓缓流动起来，疏通淤堵，同时收敛心神，将游离在外的神识收回到身体里。当你的气足了，精就会自固。食疗，中医讲黑色入肾，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来补养肾气，如黑芝麻、黑豆、黑米、桑葚等。但要记住，食补是辅助，最根本的还是减少消耗。一个杯子如果底下有个大洞，你加再多水也是枉然。戒邪淫就是补上那个最大的漏洞。第三条路，转念为道，以慈悲心化解淫欲心。楞严经说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但这个除不是硬压，硬压是压不住的。就像治水，堵不如疏，最上乘的方法是转化修习不净观与白骨观，这是佛陀亲传的对治淫欲的法门。当你淫心升起时，不要跟随它，也不要对抗它，只是平静地观察你所贪恋的那个对象。想象剥去它美丽的皮肤，里面是什么？是血肉、筋脉、骨骼、内脏，最终是一堆白骨，一撮黄土。反复观想，你会发现那份让你神魂颠倒的美，不过是层层包裹的幻想。贪恋之心自然淡化，发大愿，行善事。淫欲的能量本质上是生命创造的能量，它本身没有好坏。当它用于满足私欲时，就是邪淫；当它被引导至利益众生时，就是慈悲大爱。你可以发愿，将节省下来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比如去帮助孤寡老人，去关怀流浪动物，或者只是对身边的人多一份微笑和善意。当你把能量从索取的频道切换到给予的频道，你的生命格局会豁然开朗。慈悲心升起时，淫欲心自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。念佛持咒，对于心力不足、妄念纷飞的人来说，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。当淫心翻腾无法控制时，立刻开始念诵佛号，如南无阿弥陀佛，或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或咒语如楞严咒心、六字大明咒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声音上，一句接一句，不给妄念留下任何空隙。念诵本身就是一种高频的能量震动，能迅速冲刷和净化你内在的低频磁场。这三条路层层递进，从行为到身体，再到心念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救体系。行之路难，
但只要你肯迈出第一步，就已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生命中最宝贵的福报和能量，正等着一个清静的你去重新开启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让你内心有一丝触动，一份觉醒，请不要让它轻易溜走，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这不仅仅是打下一行字，这是您在为自己的身心进行一次深刻的能量校准。当您专注地写下这句出自《黄帝内经》的千年智慧时，您就是在向宇宙，向自己的潜意识郑重宣告：我选择光明，我选择清净，我选择为自己的生命能量负责。每一次敲击都是在为您身体的正气加油呐喊，每一次确认发送都是在启动您内在神圣的自愈力，构建一个邪气无法侵扰的内在圣殿。让我们一同发出这股清净刚正的能量，当千万人的正念汇聚在一起，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光明磁场，不仅照亮自己，也温暖和加持着每一个走在觉醒路上的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